这平平无奇的乡下土妞，却在贵族学校里受到同学们的顶礼膜拜。同学被校外混混欺辱，他一出手就掀翻了对面的18个混蛋。他代表学校参加国际象棋交流赛，霸气的以1人独挑23人的辉煌战绩夺冠。参加高考，他又以满分的成绩成为史无前例的第一状元。偶遇国际杀手刺杀开国功勋，他一记漂亮的回旋踢就轻松秒杀了对手。而那个杀手到死的时候都没有想到，他所面对的女孩竟是被杀手界尊称为女王的传奇人物。此时，叶凝霜一脸难以置信地审视着镜子里的自己，她惊愕地发现，上一秒还在火海里苦苦挣扎的自己，现在竟然重生成了一个18岁的少女。叶凝霜猛地转头看向窗外，风中有血腥味和火药味。作为顶尖国际杀手的她，第一时间就敏锐地察觉到自家后山正进行着一场枪战。她沉思了片刻，发生冲突的位置离家太近了，很有可能会波及到这里。叶凝霜眸中掠过一丝戾气，紧接着便翻窗而出，直奔后山而去。很快，他在一处灌木丛后发现了一名身穿军绿色制服、身受重伤的老者，他正死死咬着牙，满头冷汗的不敢出声。可当叶凝霜看到老者肩膀上的徽章时，他的瞳孔微微一缩。这个徽章他认得，这是属于夏国开国元勋季沧海的荣誉。季将军年轻时曾率领300士兵，在边疆战线奇迹般的击溃了整整10万侵略军，他用鲜血守护了国土完整，自此在国际上名声大噪。虽然叶凝霜是国际杀手，但他十分敬佩此人。可他不明白，在夏国境内，谁敢追杀夏国的军区首长呢？我找到你了，季先生。突然，一个拿着消音步枪的外国大汉出现，并用枪口对准了季沧海的心脏。很抱歉，我也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季沧海呼哧呼哧地喘息着，双目赤红，死死地盯着大汉。他内心一阵悲凉，想自己戎马一生，没想到最后竟然会死得这么窝囊。啪！一道树枝被碾碎的声音突兀地响起，大汉和季沧海齐齐往左看去，却发现树后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正一脸平静地站在那里。快跑！季沧海一把抱住了大汉的小腿，他要保护夏国的人民，这是他刻在骨子里的职责。shit！ 大汉用力的一脚踹开季沧海，然后立马将枪口对准了少女。上头明确说过，斩首行动不能被第二个人知道。然而与此同时，少女竟如瞬移一般闪现到了大汉的面前，一个回旋踢就将其撂倒，并顺势夺过了他手中的枪。接着噗呲一声，大汉的后脑勺喷出一碗豆腐脑。月光下，少女侧着身子，冷酷的如同一尊死神。季将军罕见的结巴了，这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少女，居然就这么轻描淡写的反杀了外籍杀手。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他绝对不会相信这是真的。你是谁？季沧海很是紧张。救你的人。叶凝霜的声音没有任何波澜，他不是什么善良的好人，但他愿意救季沧海。随即他便开始给季沧海受伤的位置止血。他熟练地取出了一枚子弹，咬开弹尾的盖子，将里面的火药均匀地洒在季沧海大腿的那处贯穿伤口处，然后点燃火药，伤口处艳光绚烂。而此时，季沧海虽然疼得龇牙咧嘴，但并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反而用更锐利的目光盯着叶凝霜。这是战场上惯用的紧急止血消毒法。你究竟是谁？叶凝霜皱眉不语，但片刻后他还是报出了自己的名字，因为他知道凭季沧海的身份，想查清自己的祖宗18代都是分分钟的事，但自己重生的事情是没有人能够查出来的。这时，远处传来密密麻麻的脚步声，叶凝霜知道季沧海的援兵到了，于是转身便丢下季沧海回家去了。季沧海一愣，他就这么轻飘飘的走了，救了一国元勋，连奖励都不想要，还是不屑要。翌日，叶凝霜一早就被母亲叫醒，吃过早饭后便登上了去往学校的大巴。然而他刚一坐下，脑海中就响起了一声提示音，接着他的眼前就出现了几行字：目标完成30个试炼任务，奖励复活叶良辰。试炼任务1，获得集美学院本次月考冠军。叶凝霜的黑瞳中多了一丝不解，不过很快就被痛苦与悔恨淹没了。他死死地攥紧了拳头。叶良辰是他的弟弟，为了掩护他被虐杀致死，如今有机会能够救活弟弟，那就算是300个任务，他也会全力以赴地完成。良久后，他慢慢地平复了自己的心情。现在完成任务要紧，虽然自己没有经历过体制化的教育，但却接受过组织对他各方面的精心培养，给自己点时间好好梳理一下高3的知识，拿下一个学校的月考冠军应该不是什么难事。1小时后，大巴停在了集美高中门口，这是全市最好的贵族学校，来往的学生和家属都穿着华贵，唯独叶凝霜这一身低廉的穿搭和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这也理所应当地吸引了别人的注目。你们看，这哪来的乡下土妹儿？这你都不知道？那个乡巴佬不就是沈少爷那个乡下的未婚妻吗？我记得叶凝霜丑的一批，可今天怎么变得这么漂亮了？你没看出来吗？人家换发型了，这小模样看得我都有一点心动，赶紧拍下来发给别人看看。接着不少学生像是发现了新大陆，都拿出手机对着叶凝霜一顿抓拍。不就是换了个发型吗？有什么好惊讶的？有女生表情不屑，说话都酸溜溜的，而叶凝霜却没有理会这些无聊的二世祖们。他回想着原主的记忆，刚才他们说的沈家少爷是燕城沈氏集团的独子，同时也是原主的未婚夫，两家爷爷当年在村里的关系亲如兄弟，于是便定下了这门亲事。但后来沈家的生意做大了，摇身一变，从落魄的村户成了燕城豪门。本以为沈家发达后就不会再提这门亲事，没想到沈爷爷却是一个十分守信之人，不仅隔3差5命人来乡下给叶家送礼，还把成绩不怎么样的叶凝霜安排进了他孙子所在的私立贵族学校，并美其名曰两人在一起上学能培养感情。可惜沈家少爷并没有继承他爷爷的优良品德，原主在学校饱受了将近3年的欺凌，也未见沈家少爷伸出过援手。年初沈爷爷去世了，这桩婚事更成了八字没一撇的事。叶凝霜顺着记忆中的路线走进了高3二班的教室门口。当初沈老爷子是想把叶凝霜塞进他孙子所在的一班，结果副校长怕叶凝霜去一班后会拖尖子班的后腿，
后来便象征性的把她安排在了2班。哎呦，这土包子还真变漂亮了，不过我还是能闻到穷人身上那股味道，真恶心！你快别说了，再说我早饭都要吐出来了。叶凝霜无视众人对她的议论，瞥了一眼教室便向里面走去。今天是换座位的日子，学校为了鼓励学生多交朋友，规定大家可以自由换位，所以叶凝霜挑了个空位就想把书包放下。然而同桌的女生却一掌拍在课桌上，抬头虚伪的笑道：“不好意思啊，这里有人了。”叶凝霜淡淡扫了眼女生，接着就去了相近的另外一个空位。可她还没走过去，空位旁边的女生就站起来不耐烦地说道：“这里也有人，你再换个地方。”顿时班级里响起一片嗤笑声。叶凝霜微微眯起了眼睛，眸中寒意汇聚。就在此时，一个满脸青春痘的男生举着手高声叫嚷道：“来我这里，我这里有空位置。”叶凝霜也没多想，转身便朝男生的方向走去。然而当他正要把书包放在座椅上时，男生却一脚踩住了椅子，脸上的友善瞬间换成了嚣张和不屑：“我这个空位置是留给人坐的，你这头蠢猪还不配！”哈哈哈哈哈！全班都憋不住的轰然大笑起来。见状，男生的表情愈发得意了，而此时叶凝霜却在心里回忆着，上一个这么挑衅自己的人是怎么死的来着？轻笑一声，他一拳就砸在了男生的脸上，紧跟着又一脚踢向男生的腹部，瞬间就把男生踹趴在地。男生发出野猪般的嚎叫声，整个人蜷缩在地上，半个字也说不出来。现在我配坐在这里了吗？叶凝霜冷冷的开口，他这个人最擅长用拳头和人讲道理了。一时间，教室里一片寂静，学生们惊讶的不仅是因为一向胆小的叶凝霜敢打人，更因为他们没看清叶凝霜是怎么出手的。刚才叶凝霜的速度实在快得有些玄幻了。被揍的男生叫张超，他佝偻着身形缓缓起身，满眼羞愤地咆哮着：“叶凝霜，你竟然敢打我！你忘了我妈是我们集美高中的校董了吗？我看你是不想在我们学校混了。”只有无能的人才会在落于下风的时候强调自己的靠山。叶凝霜目无表情地说道：“好，你给我等着！”张超撂下狠话，转身就冲出教室找妈妈告状去了。叶凝霜没有理会众人那见了鬼一样的目光，坦然地坐到桌位上，不慌不忙地翻阅起课本。与此同时，医院的一间特殊病房里，季沧海躺在床上，一脸微笑的小声说道：“别生气了，小风，爷爷这不是没事吗？”病床边那个气质如帝王般俊美的男人没有说话，只是阴沉着脸低头削着苹果。一时间，房间里的气压极低。开国老将军连忙给警卫员小刘递了个眼神，小刘擦了把冷汗，硬着头皮开口道：“季少，首长只是想一个人去山里钓钓鱼，没想到会在自家地盘遇到了外籍杀手，是亏。”季风停下削苹果的动作。夏国拥有全面的天网系统，可如今却查不到那个杀手的任何蛛丝马迹。如果硬要让他猜测的话，他只能想到这个杀手女王，那个单杀了金三角最大毒枭，掀翻整个日不落极端组织的杀手界传奇人物亏。可我们前不久得到的可靠消息，亏已经死了。说着，小刘拿起旁边的平板电脑操作起来，不一会的功夫，电脑上就开始播放视频，内容是亏回到组织和那群人同归于尽，最后全部葬身火海的画面。季风把目光从平板电脑上一开，心中也是唏嘘不已，没想到威风凛凛的亏，最后落了个这么凄惨的结局。报告，叶凝霜的资料拿来了。突然，一名士兵在门口敬礼后说道。季沧海招了招手，将资料接过来，好奇地翻看着。叶凝霜，18岁，石桥村人士，父亲叶卫国，母亲李春兰，目前就读于集美高中3年级，普通学生。就这么简单。季沧海来回地翻看了好几遍，他总觉得上面少写了很多东西。是的，士兵也无法相信照片上这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乖乖女，会是那个从外籍杀手手中救下首长的人。小风，你怎么看？季沧海把资料递给了季风。季风看着资料中女孩的照片，片刻后开口道：“我去一趟集美，这份救命之恩，季家得还。”集美学院高3 2班紧闭的大门突然被人推开，一个体型肥胖的妇人气汹汹地走向讲台。叶凝霜在哪儿？来人正是张超的妈妈，集美学院校董之一孙红霞。他身后的张超一眼就找到了叶凝霜，妈，她在那儿。张超伸手指着并高喊道。而此时的叶凝霜还在自顾自地看着书，头都没抬，整得自己跟个没事人一样。孙红霞见状不由得更生气了，她走下讲台，来到叶凝霜面前，抬手就挥下一巴掌，不知死活的东西。叶凝霜感受到掌风快速的袭来，她的瞳底瞬间杀气蒸腾，她用更快的速度捉住孙红霞的手腕，起身反手啪的一巴掌就抽在了孙红霞的肥脸上。孙红霞被打得连连后退，教室里的所有人都发出了齐声的惊叹，他们眼睛都看直了，这叶凝霜现在是真的牛啊，连校董都敢打。张超也傻眼了，不过转瞬间他就急眼了，抄起手边讲桌上的教棍就用力地挥向叶凝霜。你个臭娘们！叶凝霜眼神冷漠，简单的一个侧身便躲过了攻击，紧接着抬腿一脚就将张超踹飞了出去，而张超连连后退的身体又正好撞在他母亲身上。孙红霞那笨重的身躯还没站稳呢，就被儿子撞到在地，直接就把胳膊摔骨折了。孙红霞哪里受过这种罪，当场就晕厥过去。妈！张超大喊一声，见母亲昏迷不醒，连忙招呼几个同学把母亲架去医务室，临走前还不忘放下狠话：叶凝霜，你敢打校董，你给我等着！教室再次恢复安静，由于后排的目光太为火热，叶凝霜转身向后看去，一瞬间所有学生都齐刷刷地低下了头，生怕叶凝霜一个不爽把他们也揍一顿。然而叶凝霜却并没有那个兴致，他只是坐下来继续翻书。第一个试炼任务是拿下月考第一，他不想复活弟弟的第一步就失败。没多久，广播里面忽然响起了运动员进行曲那熟悉的旋律。今天周一，学校要举行升旗仪式，学生们鱼贯而出地走出教室。几分钟后，广场上已经乌泱泱地站满了师生。简单却不失庄重的升旗仪式结束，副校长上台致辞，内容还是一如既往的千篇一律。沈文哲作为学生代表上台发言，可没讲两句，胳膊打了石膏的孙红霞和张超怒气冲冲地走上了讲台。沈文哲疑惑地停止发言，副校长
率先迎了上去，语气关心地问道：“孙校董和张同学怎么受伤了？被你们学校的学生打的？”孙红霞一脸的怒容。什么？副校长一惊，谁敢把校董和校董的儿子打成这样？孙红霞冷哼一声，看向沈文哲，心想着叶凝霜敢打他们，不就是仗着背后有沈家吗？那他就现在拿沈家下手。他所嫁的燕城老牌豪门张家，可不是近几十年才崛起的沈家能比的。孙红霞底气十足地质问道：“沈文哲，你们沈家是怎么教导儿媳妇的？看看叶凝霜把我和我儿子打成什么样了！”这话一出，全场哗然。以前任人欺负的乡下土包子，竟敢把横行霸道的孙红霞母子暴揍一顿，真的假的？孙夫人在开玩笑吗？沈文哲本能的不相信他说的话。张超咬牙切齿的上前：“我妈会拿这种事开玩笑？”见张超和孙红霞不像是在撒谎的样子，沈文哲一边在心中暗骂叶凝霜只会给他添麻烦，一边说道：“孙夫人和张同学息怒，叶凝霜是乡下来的，没什么教养，您别和他一般见识。”孙红霞闻言更生气了：“不一般见识？难道我和我儿子被打就这么算了？”沈文哲，我看你们沈家是不想继续和张家合作了是吧？提到两家合作的事，沈文哲脸色顿时大变。孙夫人误会了，我会让叶凝霜好好的给二位赔礼道歉，直到二位满意为止。把叶凝霜叫上来。孙红霞声音尖锐道：“这事不处理好，谁都别想好过。”副校长赶忙来到麦克风前，高三二班叶凝霜上来。人群自动给叶凝霜让开了一条路，使叶凝霜第一时间暴露在大众视野里。这真是那个胆小的丑女叶凝霜吗？你们早上发给我她的照片，我还以为是 P 的呢，没想到她本人比照片还美。只不过从一个丑逼蠢货变成了一个不太丑的蠢货而已。但凡她智商正常点，她都不会把孙红霞和张超打成那样。叶凝霜没有理会四周蝼蚁们的打量，一脸平静地朝讲台走去。然而她刚走上去，高三二班的班主任黄佳佳就上前指着叶凝霜的鼻梁骨开喷起来：“叶凝霜，是谁指使你殴打校董和同学的？我平常是怎么教你的？赶紧给他们道歉认错！”这场打架发生在他所带领的班级，他多少都要担点责任。与其等校方和校董责问他，不如他先责问叶凝霜，这样也能表明自己也很无辜。看着拦在自己面前的黄佳佳，叶凝霜眸光清脸，缓缓吐出两个字：“滚开！”黄佳佳一愣，随即愤怒道：“你是怎么跟老师说话的？开玩笑，校董他惹不起也就算了，你叶凝霜又是个什么东西？只不过是一个靠着沈家才进来的乡下野鸡罢了。我不认为一个上来就让学生道歉认错的人配得上老师二字。”叶凝霜语气冷漠：“你……”黄佳佳顿时被噎得说不出话。旁边的沈文哲沉着脸不悦道：“叶凝霜，适可而止。”叶凝霜转头冰冷地看向沈文哲：“你是在以什么样的身份命令我？以你未婚夫的身份。”沈文哲的音量忍不住拔高了几分，眼里满是厌恶。如果不是爷爷跟他说，这桩婚事只能遵从叶凝霜的想法，他早就解除了这场荒诞又可笑的娃娃亲。现在不是了。叶凝霜的声音更高，气场更盛更强。叶家和沈家的婚约，从现在开始作废，也给我滚一边去！音一落，四周瞬间安静的可怕。叶凝霜竟然敢取消婚约，他不是很喜欢沈文哲的吗？而且沈家才是他立足集美高中的资本吧？沈文哲的表情有些难看，在他心里，叶凝霜就应该摆好舔狗的姿态。现在他这一脸嫌弃的表情，仿佛是自己配不上他。我本来想看在叶沈两家往日的情谊上帮帮你，你却不知好歹的解除婚约，那这件事你自己处理吧。说罢，沈文哲就退至旁边，一脸的清高。他倒要看看，没了沈家的帮助，今天的叶凝霜会是怎么死的。叶凝霜，你不会要告诉我，凭你也想一人做事一人当吧？孙红霞一脸讥讽，对付你这样的小角色，我一个人足够了。叶凝霜用眼角余光睨着他，态度风轻云淡。众人闻言冷汗不止。孙红霞可是燕城顶级贵妇之一，她如果都算小角色的话，这燕城还有几个大角色？叶凝霜当真是脑子被驴踢了吗？孙红霞气急反笑，状似不经意的扭头看向副校长道：“副校长，学校下学期的资金还没到位吧？”副校长立马心领神会，拿起麦克风义正言辞道：“叶凝霜无视校规，殴打辱骂校董和同学，现予以开除处分，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引以为戒。”顿时台下一片骚动，这就开除了？今天的事按照校规，顶多给叶凝霜记一次大过吧。在所有人纳闷之际，叶凝霜淡淡开口：“副校长，你可以把集美学院门口雕刻的为教育事业奋斗终生这9个字改一改了。”你什么意思？副校长表情微怒：“从我打人到现在，你们有人问过事情的来龙去脉吗？什么都不问的情况下就直接把我开除，这种事传出去不可笑吗？”校长的表情一僵，这件事他用脚后跟去想也知道是孙红霞和张超惹的对方，但人家是校董啊。于是出于颜面关系，副校长强装镇定道：“打人还有理了？那你说，你为什么打孙校董和张同学？”叶凝霜凝眉，然后将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一直都是他们在寻衅挑事，而我却因为反抗他们被开除。我知道他们有钱有势，既然如此，那学校门口那个为教育事业奋斗终生的标语改成为有钱人奋斗终生，岂不是更贴切？叶凝霜冰冷地吐出每一个字，都直击众人的内心。一时间无人反驳。大家都知道张超和孙红霞什么人，仗着家里有钱有势，平时在学校里没少欺凌别人。今天叶凝霜如果真被开除，可不就是在为有钱人服务吗？你撒谎！张超一看气氛不对，立即站出来辩解：“你说我羞辱你，有证据吗？谁能证明？”他又转头看向高三二班的学生们：“你们能证明吗？”孙红霞眼睛一亮，也明知故问道：“叶凝霜说本校董打他骂他，你们看见了吗？二班的学生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是燕城老牌豪门和校董，一个是已经和沈家没有关系的乡下土妹，该帮谁还用得着多想吗？我们没看见孙校董和张同学打骂叶凝霜，叶凝霜说的是假的，穷山恶水出刁民，大家千万不要被叶凝霜骗了，农村人就是没教养。”看着一群学生颠倒黑白，副校长终于放心的松了一口气，转头又愤声道：“叶凝霜，你不仅打骂学生和校董，还撒谎骗人。”
人，我今天开除你有什么问题吗？孙红霞愈发嚣张地盯着叶凝霜道：今天你不好好给我和我儿子道歉，就别想站着离开集美。然而叶凝霜却冷笑起来：孙红霞，其实我现在更建议你回到你老公身边，好好商量一下该如何应对自家产品因为偷工减料而被举报调查的事。闻言，孙红霞心里一惊，叶凝霜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不过孙红霞还是嘴硬道：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自己集团的小事自己能处理好，怎么能和我没关系呢？我兜里的手机正巧把我今天进入学校所发生的一切都录了下来，我已经上传到了国内最大视频网站的后台，正准备发布呢。说着，叶凝霜拿出自己的手机，点开录制好视频，通过手机可以清楚地看见张超羞辱叶凝霜等后来一系列事情，瞬间一切谎言都被破解。孙红霞表情难堪，副校长嘴唇直哆嗦，高三二班的学生们更是恨不得直接钻进地底。如果我发布视频，会引来怎样的反响呢？堂堂燕市最好的私立贵族学院，一个班的学生集体撒谎，副校长也助纣为虐，这种荒谬至极的事情应该会上报纸吧？还有张氏集团，人们发现张氏不仅产品偷工减料，集团夫人还联合儿子进行校园霸凌，张氏的竞争对手会不会拿去大做文章呢？别！孙红霞最先沉不住气，她脸色惨白，再无先前嚣张蛮横的劲了，不发也可以。叶凝霜一副很好说话的样子，转头道：跪下求我。什么？孙红霞正愣在原地，以为自己听错了，跪下求我。叶凝霜提高音量，眼底的戾气几乎要蔓延出来。我是校董，是燕城贵妇，我怎么能给你跪下？孙红霞十分抗拒的连连摇头。那你就等着流落街头吧。叶凝霜不再理会孙红霞，转身就利落的走开。然而这才走出去一步，孙红霞就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叶凝霜，你饶了我们吧，是我们错了，我们有眼不识泰山，你千万别和我们一般见识啊！比起以后的荣华富贵，这点尊严算什么？他孙红霞如果真变成街头负债累累的乞丐，那还不如现在就让他去死。妈，你干什么？你快起来，别被叶凝霜骗了。张超完全懵了，这太丢人了。他拼命的想把母亲拽起来，混账东西，就是你骂的叶小姐是不是？赶紧给叶小姐跪下认错。孙红霞一巴掌扇在平常不论如何都舍不得打的宝贝儿子脸上，然后又摁着儿子的头，强迫他给叶凝霜磕头道歉。这低贱的姿态和先前跋扈的模样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叶凝霜能够知道张氏集团的产品偷工减料，自然是得益于她曾经杀手女王的身份。她目光平静而又冷漠，就像帝王一般蔑视着伏在脚边的孙红霞母子。叶凝霜转身走向了副校长，她并不是非要待在集美学院不可，只是本次试炼任务要求她拿下即将到来的月考冠军，她不能被开除。然而就在此时，啪啪啪刺耳的巴掌声却突然响起，就见一个娃娃脸的小正太走了上来，看上去只有10岁左右，但却穿着黑色西服，那模样既乖萌又很拽酷。校长，有学生惊呼，他确实是集美学院的校长上官清灵，虽然患有侏儒症，但却是一个具有雷霆手段的传奇校长。校长身后的男人不是季少吗？怎么连他也来了？学生们都满脸震惊。季少，开国元勋之独孙，季风，千年大家族季家的继承人。9年前，18岁的他出手挽救了遭遇灭顶之灾的季家，由他掌权后的季家更是直接成为夏国第一家族，旗下产业遍布全球。韩副校长，我在国外进修这2年，看来你在学校里好像做了不少好事啊。上官清灵虽然因身体缺陷个子不高，但气场绝对一点不弱。校长，您不是说明天才回学校吗？副校长后退半步，被某大少绑架过来的，我也没办法。说这话的时候，上官清灵很是无奈地斜睨了季风一眼，季风的视线则一直落在叶凝霜身上。少女那傲视全场的风采，和档案照片上的乖乖女模样截然不同。不得不说，这样的她才更像是能救下她爷爷的人。其实她在升旗仪式之前就来到了学校，眼见叶凝霜处境不妙，她便联系老朋友上官清灵，毕竟这是由上官清灵出面最为妥当。结果人来了，少女也把事情解决了。围观了整个过程的她，并没有觉得多么意外，因为能赤手空拳反杀外籍杀手的人，又怎么会是任人宰割的弱者？察觉到季风的眼神，叶凝霜也开始观察起季风。这个男人的外表很优秀，眉眼和季沧海有几分相似，再联想到他也姓季，叶凝霜便将他来学校的目的猜了个七七八八。此时，上官清灵继续开口质问：我记得我说过，学校永远不给任何集团或家族开后门，学生也只按成绩分班吧？他现在很恼火。他不过是在国外待了3年，下属就无视规则把叶凝霜放了进来，甚至还将他安插进平均水平第2的2班。校董之一的沈老爷子求了我很多次，我也是实在没办法。副校长冷汗直流，他总不能说是沈老爷子私底下给他的钱太多了吧？那今天这件事情，你不分青红皂白的就直接下了开除处分，也是因为孙红霞求了你太多次吗？上官清灵步步紧逼，我副校长慌了，支支吾吾了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你被解雇了。小正太班的校长毫不留情的厉声道，转身又指着高3、2班的学生，高3、2班所有人停学半个月，每人1万字检讨。还有孙红霞逐出校董会，张超开除。最后上官清灵才来到叶凝霜面前，语气柔和道，按道理来说你是受了委屈的人，录制的视频发或者不发都是你的权利，只是我作为校长不愿意让学校以及学生因一小部分人而饱受争议责骂，所以如果你愿意不发，我可以破例让你继续待在学校，但是按照你之前的成绩只能去高3、7班，你愿意吗？可以。叶凝霜点了点头，他的目标只是留在学校获得月考冠军，去哪个班都无所谓，件事情都已解决。上官清灵再次面向众人，除了叶凝霜，其余人都各回各班，各司其职去吧。等人散的差不多，季风
风来到叶凝霜面前，递出一张名片，谢谢你救了我爷爷，今后有什么困难尽管联系我。这句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或许有装逼的嫌疑，但从他季家大少嘴里出来，那就是免死金牌。叶凝霜也不矫情，接过名片便直接离开了。季风看着他的背影，眼中不自觉地浮起了些许欣赏。临危不乱，宠辱不惊，永眸间被狂且自信。怎么瞧上人家了？上官清灵开玩笑道，他这性子确实挺配你的，你直接以身相许得了，以报答他对你爷爷的救命之恩，怎么样？季风瞥了好友一眼，懒得理他。叶凝霜回到高三二班的时候，教室已经空了，那帮学生应该是觉得太丢人，害怕面对他，早早的都收拾东西跑路了。他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便朝高三七班走去。成绩垫底的七班比较特殊，教室是在设施稍微陈旧的旧教学楼那边，和他现在所在的新教学楼隔了半个小树林。叶凝霜独自穿越小树林，忽然兜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他拿出手机，原来是录制了那么久的视频后，手机没电关机了。漆黑的屏幕犹如一面镜子，让叶凝霜可以看见自己疲惫的眉眼。他昨晚救了季沧海之后，就基本没再睡觉。说来也无语，前世难以入眠的毛病，居然和他一起重生在了新的躯体上。叶凝霜把手机揣回兜里，边走边低着头喃喃自语，看来需要多买点安眠药了。现在他如果没有药物的帮助，睡眠对他而言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有人从他身边擦肩而过，风也恰好从那人身上吹来。叶凝霜忽然闻到一股清香，那香味奇异，不似花朵，也不似某类化学药剂，但闻起来能让他凝神静心。瞌睡虫瞬间被勾引出来，好比他吃了10000颗安眠药。叶凝霜下意识地抓住了这名路人的手腕，可他抬头却对上了一双如墨般的眼眸。此人正是季风，他刚从校长那出来，正巧也经过这片小树林。有什么事吗？他礼貌绅士地询问。叶凝霜救了他的爷爷，光凭这一点便可让他区别于别的女性而去耐心对待。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想知道你有喷香水吗？叶凝霜的眼中多了一丝迫切。前世他也有尝试过各种助眠的方法，但都不行。他真的很想知道季风身上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没有。季风垂眸看向抓着他手臂的少女，那我有事。叶凝霜将他抓得更紧了，扬起精致的小脸严肃道，我想和你睡觉，每晚都想。风顿时一怔，他俊美的脸上掠过一丝错愕。现在的小孩都这么奔放的吗？你身上有一股特殊的香气，能治我的失眠。我想躺在你身边睡觉。叶凝霜解释自己的目的，天知道他有多渴望能安睡一觉。男人沉默了，似乎是在消化眼前女孩说的话。片刻后，他微微颔首道：如果你的父母不介意，我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他是爷爷的救命恩人，自己单身，单纯的陪个睡也不是不行。谢谢。叶凝霜松开季风的手腕，又恢复了先前冷冰冰的模样。不客气。季风看了眼手表，又说道：下午放学我会安排司机去校门口接你，如果没有其他别的问题，我就先回公司了。叶凝霜点头，然后继续朝着旧教学楼走去。一会的功夫，叶凝霜按照路牌的指引来到了高三七班，结果他推开教室的门，就见里面齐刷刷半跪了一片，为首的一名高中生一只手朝他的方向伸着，仿佛在等待神明的垂爱，嘴里还念念有词：英明神武的女王殿下，请驾临王位，挥舞权杖，驱散迷雾与黑暗吧。啪的一声，叶凝霜面无表情的赶紧把门关上。怎么回事？自己又穿越了。顿了几秒，他再打开门，同样的动作，同样的台词，同样的人群。叶凝霜彻底懵逼了。女王别关门，你的开门方式没有问题。领头的男孩生怕叶凝霜会再度关门，赶紧起身走到叶凝霜身面前。我是简骄阳，咱们七班有个规矩，谁战斗力最高谁就是老大。你没来之前我是老大，但是升旗仪式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你录制的打人画面，我很确定我干不过你，所以决定退位让贤。从今往后你就是我们七班的老大。封号女王。话音落地，全班学生集体开始欢呼雀跃起来。叶凝霜不想理会这帮中二病人，直接寻了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来看书。女王好冷酷，而且长得真漂亮，太符合女王的气质了。看来这校花排行榜得重新排一排了。上课铃响，上午的4节课一个老师都没来，课程全部变自习，学生们该玩玩该闹闹，学生不去学，老师也懒得教，双方心照不宣，谁也没有意见。这也导致七班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差。叶凝霜并不在意这些事，她只想拿下月考冠军。到了午饭时间，叶凝霜作为整个贵族学校唯一一个平民学生，自然是吃不起学校的食堂，所以她就来到校外的一个平价餐馆，准备简单的对付一口。然而她刚在一处最隐蔽的角落坐下，高三七班的前任老大简骄阳也走了进来。叶凝霜微微有些意外，简家也是燕市老牌豪门之一，这样的豪门之子怎么会出现在这种消费水平的地方？突然哐当一声，餐馆门被人大力推开，接着走进几个小混混，领头的小青年直接就坐到简骄阳对面。哎呦，这不是简家大少爷吗？今儿个怎么来小餐馆体验名声了？有话快说，有屁快放。简骄阳满脸的不耐烦，我缺钱了，给点钱花花呗。小青年也爽快的说明来意，我看你是缺父爱了，想来着认我当爹吧。简骄阳也不是个好欺负的主，直接就回怼了过去。你特母的怎么跟陈哥说话呢？一旁的小混混闻言不乐意了，找打是不是？一般来讲，小混混们不会轻易招惹贵族子弟，但简骄阳不一样，简老爷子是部队出来的，从不惯着子孙后辈，孙子被人欺负也从来不会管，因为在老爷子看来，只有弱者才会被欺负，而弱者不配做简家的人。这也导致简骄阳的背景形同虚设，是人是狗都能踩上一脚，堪称最惨富二代。双方剑拔弩张之际，众人侧边传来汤匙搁在瓷盘上的清脆声响。叶凝霜吃完午饭了，
这时大家才注意到叶凝霜的存在。叶凝霜，你怎么在这？简骄阳瞳孔微缩，哟呵，有熟人呢，还挺漂亮。为首的混混丢下简骄阳，来到叶凝霜的桌前。怎么想帮你的朋友出头吗？叶凝霜精致的脸上毫无波动，他没有多管闲事的爱好，他只是今天才到我们班的新同学，你们别乱搞。话刚一出口，简骄阳就恨不得给自己2个大嘴巴子。他怎么就把叶凝霜扯进来了？这群社会混混可是无恶不作砍过人的。新同学呀，混混头目指着简骄阳嘲讽道：“那你肯定不知道这小子混得有多惨。我跟你讲啊，你别看他是简家大少爷，但经常被我们追着打，你说可笑不可笑？哈哈哈哈！”简骄阳的表情有点难堪，女王一定会觉得自己这些丢人的事很好笑吧？他偷偷瞄了一眼叶凝霜，然而令他意外的是，叶凝霜眼中并没有半点笑意。陈哥也被吸引了，这姑娘可比那些什么女网红漂亮多了，光气质就不是一个级别的。随即他止住笑声：“妹妹，做哥的女朋友怎么样？”叶凝霜无视他的调戏，直接朝餐馆外面走去。他学习时间挺紧的，懒得同几个渣子浪费时间。陈哥一愣，他泡妞搭讪这么多年，还没有哪个女的敢一个眼神都不给他就走了的。喂，我们陈哥问你话你听不到是吧？同伙叫嚷道。陈哥摆了摆手，故作包容的表情：“没事，让他走吧。看他那么急，没准他家里死了吗？急着回去奔丧呢。”离门口还有一步之遥的叶凝霜停下脚步，他背对众人，谁也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这群混混见这类话让叶凝霜有了反应，更是加大了力度。还是陈哥聪明，这都观察出来了。我看他家里何止死了吗？连爹也一起。你们，简骄阳眼神一变，打架就打架，咒别人父母就太过分了吧？原本我并不想对你们动手。叶凝霜冷冽的声音响起，接着就将餐厅的门锁扣住，慢条斯理的说道：“你们这些活在下水道里、浑身散发恶臭的蛆虫，弱小并且卑贱，希望你们不会后悔惹了我。家人是他最重要的底线，既然这些垃圾敢触碰，那现在只能祝愿他们都交医保了。”叶凝霜，你冷静点。简骄阳只感觉头皮发麻，女王的言行举止也太狂了吧？但是狂之前你总得先看看面前有多少人啊！臭三八，还让你装起来了！一头混混说着就举着胳膊想上前揪叶凝霜的头发，叶凝霜也朝他走去，抓住他的胳膊就是狠狠的一拧，惨叫声和骨头折断的声音同时响起，瞬间就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一个呼吸的功夫，他们当中最魁梧的哥们就被眼前这个弱不禁风的女学生拧折了胳膊？太扯淡了吧！都发什么蛋？给我一起上！陈哥发现这女的的确有点本事，于是立马取出别在后腰的砍刀，招呼小弟们一起群殴叶凝霜。面对冲过来的人群，叶凝霜一脸淡定的再次迎了上去。1分钟过后，陈哥倒在地上捂着伤口，抬头看着叶凝霜那漆黑的瞳孔，他明白这个女孩绝对比他们更擅长杀戮。一股恐惧感从尾椎骨直达发梢，连忙起身连滚带爬的哭嚷着奔向了医院。你们在干什么？哎呦我的店啊！这时餐厅老板从后厨出来，有些气急败坏。简骄阳见状立即取出一张支票拍在老板面前，那没事了。老板转身就退回了后厨。简骄阳一脸崇拜来到叶凝霜身边，他原本以为叶凝霜只是有胆量对付娇生惯养的孙红霞这类人，没成想他的武力值这么爆表，居然能这么轻松的秒杀了一群混混。这叫什么？用最冷静的表情打最酷炫的架。他最崇拜强者了，所以他当场就成为叶凝霜麾下的1号狗腿子。简骄阳诚恳地问道：“女王，你收徒吗？我想跟你学干架。”叶凝霜冷声拒绝，转身便准备回学校。不能也没关系，我可以跟在女王身后，边看女王干架边学习。简骄阳屁颠屁颠地跟了上去。由于叶凝霜上午一系列的壮举，他一走进校园，瞬间就成为了所有人的焦点。学生们很多都3、5成堆地对着叶凝霜指指点点，或对叶凝霜目露崇拜。不远处西餐厅的2楼，荣清如柔声说道：“看来叶同学现在很受欢迎呢，靠录视频这种小手段博得了一时的关注罢了，和你没有可比性。”沈文哲眼睛微眯，透过玻璃眺望着叶凝霜，他现在只要一看到叶凝霜，就想到早上他解除婚约还让他滚的事。沈哥哥是在生气叶同学和你解除婚约吗？荣清如微微垂下眼帘，表情甚是柔美。我只是没懂他有什么资格对我家这种态度。沈文哲嗤笑道：“他愿意主动解除婚约，我高兴都来不及。”荣清如想了想，大概是因为他太喜欢你，而你对他比较冷淡，致使他伤心欲绝，转而憎恨你吧。闻言，沈文哲也深以为意地说道：“那就让他憎恨去吧。”在他看来，叶凝霜可是喜欢了他足足3年，所以荣清如的推断合情合理。下午的上课铃准时打响，叶凝霜本以为下午的课程会和上午一样是自习，然而却有一个30多岁的斯文青年走进了教室，他是高3七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柳金。柳金来到讲台前，放下手里的教导书后开口道：“在上课之前，我想说，咱们班来了新同学叶凝霜，你们一定不能欺负她，知道吗？”知道。台下的回答稀稀拉拉，开什么玩笑？他们保护女王都来不及，怎么可能会欺负女王呢？他们又不是2班那群憨货。接着柳金便进入教学状态，可下面的学生们却没一个听课的，打哈欠的打哈欠，吃零食的吃零食。即便如此，柳金还是尽职尽责的教学。叶凝霜同样也没听课，她一目十行的浏览着语文书。对她而言，柳金的教学方式太模板化，只适用在真正的初学者身上。下课铃响，原本昏沉的学生都瞬间满血复活。柳金站在讲台上，看着那一张张青春稚嫩的脸，心里止不住担忧。孩子们现在正是需要获取知识的年龄，他还得去劝劝其余老师回来教课呀。他回到办公室，将一包烟放在数学老师桌边。赵老师，你已经很久没去7班上课了，孩子们都挺想你的，他们要是想我才有鬼了。刘老师，你还没认清事实吗？赵老师停下了手中的7班那帮孩子说的难听点，都是个大豪门和集团瞧不上的弃子，但凡他们的家长想培养他们一点，也不会让他们在7班自生自灭。
他们自己都不争气，你还管他们干什么？赶紧想办法让校长把你调走不好吗？柳京沉默地低下了头。下午放学已是傍晚，叶凝霜独自走出校门。叶小姐，季少让我来接您。一个男子来到叶凝霜面前，语气很是恭敬。他担心您与他共眠的事传出去会引来对您不善的言论，所以吩咐我低调行事，请这边来。叶凝霜虽然不在意外界对自己的言论，但是季风此举也正合他意。他跟着此人上了一辆很普通的黑色轿车，没过多久便到了郊外的一处别墅。叶凝霜进入别墅，就见餐厅已经准备好了满桌的佳肴。回来了，悦耳低沉的男音响起。这时季风也从楼上下来，他身后还有一个穿着黑西装的男人，长相普通，但他的举止和气场，叶凝霜一眼就能确定这是他的同行。他也是杀手，至少曾经干过这一行。风九，我的特助，你有什么事也可以联系他。季风介绍起男人的身份，我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和你睡觉。叶凝霜一边重复着自己的目的，一边在餐桌前坐下。风尴尬的微微挑眉，也来到餐桌前坐下。如果是别人说这句话，恐怕早已被当作女变态处理了。用过晚餐，叶凝霜直接在佣人的引领下来到季风的卧室。叶小姐，左边是浴室，季少在书房处理公务，晚点会过来陪您睡觉。佣人很是羞涩地说道。谁能想到季少这个华夏大陆亿万少女的梦，有朝一日会陪一个乡下女高中生睡觉啊？传出去肯定会震惊死很多人。另一边，季风终于处理完事情，回到自己的卧室，就看到少女正靠在床头翻阅课本。叶凝霜听见动静也抬起了头，但眸中情绪十分冷漠，看她就像在看一个无情的陪睡机器。季风躺在床的另一边，叶凝霜关灯躺下，两人同床而眠。季风能感觉叶凝霜一会儿靠近，一会儿离远，似乎在找合适的距离，可最后他侧着身子，直接用额头轻轻抵着她的肩膀，这个动作宛如热恋的情侣，充满着亲昵和依赖。没一会的功夫，季风听到旁边传来平稳清浅的呼吸声，他真的很快就入眠了。但季风就没那么好睡着了，这么多年自己都是一个人睡，现在身边突然多了个女人，看来自己真的要好好适应一段时间了。夜黑风高，别墅里突然多了十几道人影，季风猛地睁开眼，狭长的眸子掠过一丝戾气，总有人放着天堂的路不走，非要来他这送死。可没等他有进一步的动作，叶凝霜已经起身来到门边，交给我吧。砰的一声，卧室门被入侵者一脚踹开，早有准备的叶凝霜反手一拳砸中他的面门。入侵者生理性闭眼的一瞬间，叶凝霜已将他的枪反抢了过来，一枪爆头，枪声吸引了其余的入侵者，他们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叶凝霜泰然自若地走出卧室，手持黑色手枪不停变换方位的连开6响，接着就有6人倒地，但无虚发。风九这时也赶来了卧室，但却是一愣，就见季风正靠着扶栏，手里轻晃着红酒杯，观察着楼下的战斗。作为手无缚鸡之力的弱男子，被强悍凶猛的美少女保护很奇怪吗？季风虽然轻笑着，可眼底的震惊却难以遮掩。他猜爷爷被他救下来的时候也是这么震惊的吧？风九嘴角一抽，您当初把我摁在地上猛锤的时候，可没说自己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弱男子，评价他的身手。季风开口道。风九开始观察，片刻后他瞳孔轻缩，同类之间最好分辨。叶凝霜那种身法意识和必补枪爆头的习惯，无一不彰显着他的身份，他是杀手。风九语气肯定道。季风摇晃的红酒杯停住，他有想过叶凝霜可能受到过格斗大师的培训，也想过叶凝霜或许认识某个退伍军人，唯独没想过叶凝霜是杀手。他比我强，有当年 Queen 的风范，而且实力绝不比 Queen 差。惜字如金的风九难得多言了几句，季风将杯中的红酒一饮而尽，深邃的眼眸掠过暗芒，那份叶凝霜的档案里果然漏写了很多字。楼下的叶凝霜在解决掉最后一个入侵者后抬起头，看着季风，语气平静道：就当交房租了。杀人交房租？季风随即笑道：可以。这一夜，叶凝霜久违的睡了个好觉，即便中间发生了一点小插曲。第二天他醒来时，季风已经不在身边。身为大家族的掌权人，他自然要比旁人忙碌。用过早餐，叶凝霜由司机送往学校。然而在学校附近，叶凝霜隔着老远就看见简骄阳和一名男生对峙着，周围聚集了很多人。为什么牵我女朋友的手？简骄阳怒视着对方。什么叫你女朋友？林之雅是我郑瑞的女朋友。说着，男生握住了一旁短发女生的手。你放屁！小雅是我的女朋友。七班的人都看到他对我表白。简骄阳上前拉住林之雅的另外一只手，眼神凶狠，可林之雅却一把甩开了他。简骄阳，那只是一个恶作剧而已。我闺蜜她们说你性格乖张，问我能不能征服你，我说我可以，然后就去试了试。说什么试了试？简骄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承认我的出发点不对，但我也做了你1个月的女朋友，你不亏的。林之雅继续理直气壮道：你一个7班的学渣，曾经拥有过一个学霸女友，难道不是你的荣幸吗？简骄阳脑子里嗡嗡直响，难道自己已经卑微到连被欺骗都是施骗者给予的恩赐吗？听明白了吗？小雅根本没想真的对你表白。郑瑞一脸晦气。事已至此，简骄阳也没什么可说的，将自己省吃俭用1个月才买下的项链丢到了地上，只当自己的真心喂了狗。他黯然转身，是谁给你的自信，让你觉得小雅会喜欢7班的你啊？郑瑞极尽羞辱的追问，是你们班新来的那个只会偷偷录视频的新经理叶凝霜吗？原本已经要离开的简骄阳猛地转身，一拳就砸在了郑瑞脸上。谁他妈让你说女王的？叶凝霜或许冷漠，但从没拿鄙夷或厌恶的眼神看他们。而且昨天陈哥那事，四舍五入的也算叶凝霜救了他，他绝对不允许有人这么说叶凝霜。简骄阳，你疯了！林之雅顿时傻了眼。简骄阳没有因为他打郑瑞，反而为叶凝霜出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林之雅还比不上叶凝霜那个村姑？郑瑞摸了一下被打的嘴角，当即一拳就砸了回去。老大，7班的学生一看简骄阳被打，立马上去揍郑瑞，而1班的学生见自己班的人被打，也加入了混战。可没一会的功夫，柳京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第一个赶来了。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把简骄阳和郑瑞拉开。简骄阳，你干什么？他骂女王。简骄阳指着郑瑞，再大的
的事也要讲道理，你们这么在街上随便打架和混混有什么区别？柳金大声呵斥着，所以说废物就是废物，教再多也没用。二班班主任黄佳佳也走了过来，随口就评论一句，柳金转身就给了他一拳，然后又抓着黄佳佳的衣领歇斯底里的吼道，谁他妈说我的学生是废物的？谁他妈让你们这样羞辱他们的？众人全都惊住了，柳金老师这么暴躁的吗？刘老师快松手！这时又有老师接连赶来，赶紧把柳金和黄佳佳分开。柳金，你居然打女人，你不是男人！黄佳佳捂着脸尖叫着，废物老师教废物学生，真是绝配。郑瑞这时也上前一脸不屑道，七班的确都是废物，我拿脚踩一下答题卡都比他们的分高。就是那个叶凝霜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林之雅直接转头攻击起叶凝霜，这人当初就在二班拖后腿，现在去七班还成女王了，真是够搞笑的。够了！简骄阳大喊一声，他实在听够废物这两个字了。不是说拿脚踩一下答题卡都比我们的分数高吗？那我们就比一比这次的月考成绩，如果我们成绩比你们好，你们所有人都要公开给我们七班和女王道歉。说罢，简骄阳就带着七班学生离开了。他们气势汹汹地回到老巢，可一坐到座位上就瘫软了下来，满脸的欲哭无泪。老大，我承认你装逼的时候很帅，但是咱们月考拿什么赢那帮学霸呀？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我也只是一时冲动。说实话，他现在只想找块豆腐撞死自己。不好了，刘老师要被解雇了！一个同学慌张地从外面跑进来，黄佳佳去校长那儿把刘老师告了，说刘老师不配为人师表。校长也觉得刘老师带咱们班后成绩越来越差，说这次月考咱们班的平均分数如果还不及格，就直接解雇刘老师。闻言，大家顿时都急了，咱们怎么可能及格呀？大家的书基本都是新的，我记得刘老师家里很困难，如果被我们连累失去这份工作，那他们家……这时上课铃打响，今天第一节是语文课，柳金神情平静地走上讲台，把书翻到33页。忽然，座位上有女生抽噎声传出，甚至还有部分男生也偷偷抹眼泪。哭有用吗？有时间哭不如抓紧时间学习，想办法超过一班。简骄阳一把就将手中的笔捏断了，他现在的心情十分暴躁。用的离月考只有15天，除非奇迹发生，否则你们不可能赢过一班的。柳金皱着眉头，口吻平静地说道：七班和一班的差距太大了，两者在学习上根本就没有可比性。给我15天，我还你们一个奇迹。这时叶凝霜出现在了教室门口，他觉得这件事也算因他而起，那就由他来解决吧。叶凝霜准备用组织里培育杀手知识储备的方式来教这些学生。话音落地，四周陷入一种迷之寂静。那个简骄阳尴尬地抓着头发，女王你是不是忘了，你上次的月考成绩比我还差呀？闻言，柳金也有些哭笑不得，他觉得孩子们想赢一班都想疯了。可下一秒，柳金的神色就变了。此时叶凝霜走上了讲台，他授课的方式很不同。柳金本来要一节课说的东西，被叶凝霜不到10分钟就提炼出来了，并且讲得通俗易懂好记忆，全班的学生都不知不觉地被他带入了学习状态。柳金从未见过七班的孩子们这么乖巧，而讲台上的那个女孩比他更像老师。叮铃铃，沉寂在知识海洋里的学生们被下课铃一击猛地清醒了过来，大家都一脸震惊地看着对方。女王太神了，她讲的内容此刻清晰地印在他们脑海里，就跟学武之人被打通了任督二脉似的，这种感觉太棒了。休息10分钟，下节课讲物理，下节课讲历史，最后一节课讲化学。叶凝霜的语气一如既往的平静，柳金却瞳孔一锁，叶凝霜竟然要包揽七班的所有课程，她到底是学生还是学神呢？比起疑惑的柳金，以简骄阳为首的学生们则完全信任叶凝霜，他们目露崇拜的异口同声道：是女王殿下。叶凝霜没有纠正他们的称呼，名字只是代号，叫什么都无所谓。柳金一上午哪也没去，就在班级里同学生们一起听叶凝霜上课。此时他心中的质疑已经全部消散，他能感觉到这次七班或许真的能在叶凝霜的带领下创造奇迹。你打算看到什么时候？校长办公室里，上官清灵看着站在落地窗前的季风笑道，从这个角度，两人可以看到七班教室里的画面。你不会真的喜欢上叶凝霜了吧？上官清灵继续调侃着，喜欢上她很奇怪吗？上官清灵一怔，我去，你认真的呀？他可知道，想追季风的女人是真的从夏国排到外国的，其中不缺他国公主和女皇。人类总是会对优秀的存在动心，我也不能免俗。季风隔着落地窗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叶凝霜，他忽然回想起昨晚那个杀完人说就当交房租的场景，一面杀伐果决，在生死之间游刃有余，一面教书育人，在雪海山川拨云见日。他不得不承认，这两种的叶凝霜都挺合他心意的。好吧，那你到底要不要入股集美？我去国外这3年，集美内部腐败严重，资金链早就出了大问题。上官清灵表情严肃道，我什么时候对你见死不救过？随即季风就掏出一张黑卡放在办公桌上推给了上官清灵。很快，叶凝霜给七班学生授课的事情被传开了，甚至还有很多学生拍了照片。一时间，高3、7班成了全校的笑料，因为在所有人看来，这和瞎子让哑巴给聋子捎句话有什么区别？日子就在外界的嘲讽中一天天过去。月考的前一天中午，叶凝霜去校内图书馆查阅资料，简骄阳也屁颠地跟了过去。女王快来，这里还有最后2个位置。简骄阳朝叶凝霜招手，结果他一回过身，就看见了最不想看见的2个人，林之雅和郑瑞。这2个位置我们要了，你们回吧。郑瑞直接张嘴赶人，你让我们回我们就回，懂不懂先来后到？简骄阳冷着脸，先来后到也要结合实际情况吧。图书馆是让像我们这样的学霸在这里学习的，你一个学渣在这里能干什么？怎么在这里看几本书就能在月考超越一班了？林之雅眼神轻蔑，简骄阳捏紧拳头，他好想揍人。叶凝霜这时走了过来，是你们自己走，还是我给你们踹出去？能动手解决的事，他一向不喜欢动口。
宁霜这句话让郑瑞和林之雅心中一慌，全校都知道叶宁霜把孙红霞母子胖揍了的事，那战斗力一般人可承受不起。叶同学只会使用暴力吗？温柔的女音响起，就见荣清如怀里抱着本世界名著缓缓地走过来，周围的学生立马躁动起来。哇塞，荣女神，她朝叶宁霜去了。说起来这俩人是情敌吧？他们都喜欢沈温哲来着，这下有好戏看了。荣清如来到叶宁霜面前，表情带着几分威严道：如果你对郑瑞和林之雅动手，我身为学生会主席，有权对你进行处分。郑瑞想强占座位的时候，怎么不见你摆弄官威？叶宁霜冷静地反问，低垂的眼帘压下黑瞳中的戾气。我只看到你想打人，并没看到郑同学想强占你们的位置。荣清如睁着眼睛说着瞎话，你只看到我想打人？那么请问，从13点17分38秒开始，就站在东南角落里的人是谁？需要我去调监控吗？叶宁霜冷笑道，他直接戳穿荣清如虚伪的假面，眼中更是掠过一丝寒芒。作为职业杀手，他对四周环境的变动极为敏感。早在刚一走进图书馆，他就注意到荣清如就已经站在离他们不远的位置。荣清如清楚地知道刚才发生的一切，选择知而不说，无非是想为难自己。可他配吗？荣清如笑容一僵，他没想到叶宁霜居然早就知道他来了，还精准到了秒。叶宁霜，你少在那胡说八道！女神，我们陪你一起去监控室，用事实打他的脸。荣清如一个忠实的狗腿子上前表达不满，殊不知荣清如根本不敢去监控室，去了被打脸的就是他呀。他停留在原地，脸上的微笑也显得僵硬。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能从他的沉默里看出来一点东西。别试着挑衅我，否则你的下场只会比孙红霞更惨。叶宁霜语气冰冷的警告，他只想尽快完成任务复活弟弟，但如果有不长眼的东西跑到他面前找死，他也不介意成全他们。没等荣清如回话，沈文哲也走了进来，将荣清如护在身后，冷哼道：叶宁霜，你不必因为我而为难清如，有什么不满的就冲我来，她是无辜的。在他看来，叶宁霜不就是嫉妒自己更喜欢清如吗？因为你，沈文哲，你别太拿自己当回事了。叶宁霜看向沈文哲的目光更冷了。荣清如是自己上门自取其辱的，你要是心疼她，就劝她夹好尾巴离我远点。说罢，叶宁霜也懒得在图书馆久留，转身便离开了。沉默许久的简骄阳冷冷地看着几人，这次月考我们7班一定会超过1班。然后又冲着荣清如冷声道：还有你，别再找女王的麻烦，不然我们7班不会让你好过。闻言，荣清如脸色阴沉，眼中更是闪过一抹狠毒。沈文哲则愤怒地看着叶宁霜的背影，他现在心里很生气，叶宁霜怎么敢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话？月考如期而至，今天集美学院的气氛很严肃，一场小月考搞得像高考一样。究其原因，还是7班和1班的事。进考场前，7班的学生围在一起，为自己、为女王、为刘老师加油！简骄阳喊完口号，大家便昂首阔步地走进考场。为期2天的考试结束了，很多学生都心照不宣地来到广场集合，因为广场上的大屏幕等下会以倒数的方式滚动播报各位学生的排名和成绩。黄佳佳也来了，她一来就阴阳怪气道：哟呵，7班学生到的挺齐啊，你们还真有脸来看榜，不知道烂泥扶不上墙是什么意思吗？黄佳佳是极其厌恶叶宁霜的，当初叶宁霜在2班就没少拖2班的后腿，那天在升旗仪式上对她一番折辱，更是害她被同行嘲笑至今。现在她倒要看看叶宁霜教了半个月的7班能及格几个人。黄佳佳，你很讨厌我是吧？那我们打个赌吧，如果7班赢过1班，你滚出集美；如果7班没赢，我滚出集美，你敢吗？叶宁霜的声音很冷很轻，黄佳佳在她眼里就像一只不起眼的苍蝇，又弱又脏，可这苍蝇整天在她周围嗡嗡嗡的叫嚷个没完，还是直接拍死的比较好，图个清静。黄佳佳先是一愣，然后犹如听到了最好笑的笑话一般的大笑起来。你这是昨晚的梦还没醒吗？还想赢过1班？好好好，如果你教出来的学生能赢过1班，我当场辞职；反之，你给我滚出集美。话音落地，屏幕成绩开始滚动，所有人的目光都齐齐地转了过去。放榜了，放榜了！我靠，倒数第一居然不是7班的人，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别说倒数第一了，倒数100里面也没有7班的学生了。1班学生慌了起来，黄佳佳也有些紧张，应该是系统出问题了。郑瑞皱眉嘟囔着，对，系统肯定没把7班算进去。林之雅哼了一声，可能7班全班垫底，所以就没必要记在榜上了吧。良久，一个扎眼的名字出现在屏幕上，第49名，高3 7班，简骄阳。人群立马掀起轩然大波。我操，简骄阳前女友林之雅这次也才年级第67啊，她是怎么考的？难道真是叶宁霜教导有方？然而这只是他们懵逼的开始。屏幕继续滚动，7班学生的名字一个接着一个的出现在排名里。第42名，高3 7班；第37名，高3 7班；第13名，高3 7班。当年级前10里面也出现7班学生名字的时候，大家彻底傻眼了。为什么短短的15天里，7班全员都脱胎换骨了？不知是谁低声说道：咱们是不是还没看到叶宁霜的名字啊？第6名，高3 1班，郑瑞；第3名，高3 1班，沈温哲。我赌我们的荣女神是年级第一。荣清如的一个死忠粉呐喊道。第2名，高3 1班，荣清如；第1名，高3 7班，叶宁霜。同时下方也公布了各个班的平均分排名。第一，高3 7班。霎时间，全场寂静无声，所有人都震惊地张大了嘴巴。只有7班学生和他们的表情都不相同，他们每个人都眼眶发红的紧握双手。他们用事实证明他们不是废物，他们维护了女王，保住了刘老师。辞职，道歉。简骄阳振臂高呼，胜负已定，也是时候该算账了。辞职，道歉。7班学生异口同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呐喊着。郑瑞最先顶不住压力接受了现实，他走到叶宁霜面前鞠躬，对不起。随后又给7班所有人挨个鞠躬道歉。林之雅磨磨蹭蹭了半天，最后还是来到叶宁霜面前敷衍道，对不起。
你该感到荣幸。突然叶凝霜开口了，因为你曾经拥有一个年级第49的前男友，而你才年级第67。林之雅猛地抬头，这不是他当初侮辱简骄阳的话吗？叶凝霜继续说道，你应该感到羞耻。简骄阳为了给你买生日礼物吃了一整个月的廉价蛋炒饭，你却玩弄了这个真心待你的男孩。闻言，林之雅咬着下唇，遮着脸跑开了。女王真好，还帮我出气。简骄阳看着叶凝霜，感动的眼圈都红了，鼻涕也出溜了下来。他真的爱死女王了，我只是在陈述事实而已。叶凝霜实在看不了男人哭唧唧的样子，直接就别开了脸。这时，一名男老师走过来，拿着一封开除信递给黄佳佳，说道：“黄老师，校长说你得信守承诺，给孩子们当个榜样。”哦耶！7班的学生们高兴地欢呼了起来。回到教室，凯旋而归的学生们还在兴奋地叽叽喳喳讲个没完。叶凝霜则收拾起书包，准备回到季家的别墅。简骄阳见状，赶忙上前说道：“女王，你这是干嘛去？放学回家，一会儿是集美学院20周年校庆暨联欢晚会，你忘了？学校所有的股东都会来，而且每个班的学生还要表演节目呢。”简骄阳嘻嘻笑道：“可惜女王来之前，我们班的节目单就报上去了，这次就不能跟着我们一起表演了。”叶凝霜一怔，原主记忆里好像的确有校庆这么一回事，然后他又放下书包坐了回去。突然，叶凝霜的眼前又突兀地出现了系统信息面板：试炼任务1已完成，新的任务将于明天发布，敬请期待。时，柳金出现在教室门口，快去化妆室化妆，准备登台表演。哦耶！简骄阳兴奋地带着学生们冲了出去，然后教室里就只剩叶凝霜一人在翻书了。叶凝霜，你也去化妆室吧，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柳金笑着建议道，他想让叶凝霜融入集体，这孩子太独来独往了。叶凝霜目无表情地点了点头，反正闲着也是无事。刚一进入化妆室，其他班级已经化好妆的女生们不停地问对方：我的眼妆花了吗？我还需要再补妆吗？我这样会不会更好看之类的问题。他们谨慎又激动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今晚集美学院的新校董季少会出席本次晚会。季少可是全球无数少女梦寐以求的顶级优质男人，万一能在这次表演中被季少看中，那岂不是坐地就飞上枝头当凤凰了？我要是女的，我也想嫁给季少。7班一个男生感慨道：我们不一样，我们只想嫁给女王。7班女生眼睛闪亮亮的，男人哪有女王香啊？台上主持人开始热场，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后，当主持人念出荣清如、沈文哲这两个名字时，台下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这两人在集美的人气就是霸权级别的存在。台上，荣清如穿着紫色晚礼服坐在钢琴前弹奏出悦耳的音符，换了燕尾服的沈文哲拉动小提琴与之合奏，专注的神情让他看上去更加帅气。两人上演了一出琴瑟和鸣的画面，演出完毕，掌声更加热烈了。但也有不买账的同学，好听是好听，可就是有些听腻了。3年了，荣清如和沈文哲每逢庆典都是这一出，虽然每次弹的曲子都不一样，但花样是一点没变。而幕后，7班学生正准备上台表演，负责打架子鼓的音乐老师却突然捂着肚子，一脸痛苦的表情道：哎呦，我肚子疼，我今天恐怕不能给你们伴奏了，你们找别人去吧。说罢人就跑了。学生们脸色一变，咱们选的曲子架子鼓是主要伴奏乐器，少了架子鼓整首曲子都没味了呀。这关键的时刻我们上哪儿找第二个能打架子鼓的？我来吧。叶凝霜走了过来，女王还会架子鼓？简骄阳瞪大眼睛，会一点。架子鼓曾是他发泄情绪的唯一方式，只不过发着发着就被外国媒体评选为本世纪最强架子鼓手了。台上，女主持笑容满分道：接下来要上场的是高3、7班的学生，他们要表演的是一首英文歌 Natural， 有请他们登场。稀里哗啦的掌声响起，7班学生在昏暗的灯光下登场表演，唯一束光打在简骄阳身上，他低声吟唱。Leave behind your heart and cast away, just another product of today. Rather be the hunter than the prey. 又一束灯光打在叶凝霜身上，她敲响架子鼓，把节奏带往高潮，紧密有序的鼓音像是打在了人的心尖尖上。她的表演瞬间燃爆了全场。季风坐在椅子上，无视其余股东的讨好搭讪，认真的倾听着台上的表演。他深邃狭长的墨眸里指引着叶凝霜在灯光下独奏的身影。表演结束，叶凝霜取下耳机正欲离开，忽然简骄阳拿麦克风喊道：英明神武的女王殿下！叶凝霜不明所以的抬头，台下观众也不明所以的看向简骄阳。只见简骄阳单膝跪地，一只手向叶凝霜伸去，仿佛在等待神明的垂怜。7班其余学生也背对观众半跪在地，同简骄阳做出相同的动作，每张年轻的脸上都洋溢着膜拜与欢喜。这阵仗，叶凝霜刚到7班时见过，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他们嗓音洪亮的异口同声道：请驾临王位，挥舞权杖，驱散迷雾与黑暗吧。原本只是一句戏言，可叶凝霜真的如同天上下来的神明一般，把他们身边的迷雾驱散，让他们在短短半个月里反超了一直遥遥领先的一班，让他们从黑暗的角落里拾回了尊严和自信。有些人不是嘲讽叶凝霜配不上女王这个词吗？那现在他们臣服于此，就是要昭告外界，叶凝霜绝对配得上女王二字。台下的迷弟迷妹们也站了起来，呐喊狂呼：女王，女王！气氛烘托至此，这场联欢晚会犹如叶凝霜的个人粉丝见面会。主持人见状赶紧出来救场，把7班的人都请了下去。回到幕后，简骄阳眼中的崇拜快要溢出来了。女王，你架子鼓打得超赞！他发现叶凝霜太强了，不光格斗厉害，学习也牛批，现在就连打架子鼓都打得如此强悍。
还好。叶凝霜淡淡回道：“女王，我带他们先去卸妆了，咱们明天见。”简骄阳挥挥手道别。叶凝霜看了看时间，也准备打道回府。然而就在此时，头顶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随后整个舞台的棚顶都塌陷下来，一瞬间灯光消失，尖叫声四起，火舌肆虐。妈妈！哇呜呜！一个小男孩在混乱中哭泣着。砰当！头顶再度传来巨响，断裂的承重柱向男孩砸去。妈妈目眦欲裂，徒劳地伸出手，却被人群冲开。她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即将遭受重击。在最关键的一刻，叶凝霜冲了过去，一把将男孩护在怀里，可断裂的承重柱却重重地砸在他肩背上。舞台外，上官青灵指挥现场疏散，火势也被扑灭了。因为处理的及时，倒也没造成多大的伤亡。季风环顾四周，眉头紧锁，他在找叶凝霜。上官青灵一眼就看出了他的想法，他可能已经走了。就算没走，以他的本领，这种级别的事故也伤不了他。放心吧，季风想想也是，那家伙可是能徒手干掉外籍杀手的猛女。随即转身就准备离开。我的孩子被压在下面了，那个被他们叫女王的女生也在里面，快救救他们！这时男孩的妈妈哭嚷着与季风擦肩而过。季风脚步一顿，猛地转身，另一边几个保安把坍塌的承重柱推开，却发现一个女生正抱着一个男孩半跪在地上。姐姐！男孩目光呆滞，一脸的惊恐，去找你妈妈吧。叶凝霜松开男孩，缓缓站起。女王，你没事吧？听到动静的简骄阳等人半路折返回来，见他们的女王一副灰头土脸的模样，焦急地询问道：“没事。”叶凝霜语气平静，拍去身上的灰尘朝外走去，而他所过之处，无人不用钦佩的眼神看着他。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在生死危难之际去舍身救他人。叶凝霜在校外的马路边寻找着季家司机的位置，这么晚了也不知道司机还会不会等他。然而这时，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叶凝霜的面前。上车。季风没有多余的话，叶凝霜也不矫情，直接上车。他和季风的交情算不得多，哪怕同床共枕这么多天，他们之间的对话也不超过10次。晚间郊外车流少，季风很快就把车开回了家里。他率先下车，快步朝里面走去。叶凝霜下车走在厅里，刚想上楼，却突然被季风喊住：“你过来！”就见他手里提着医疗箱站在那，我看看你砸伤的位置。叶凝霜犹豫了片刻，才走过去，坐在他身边，衣服从肩膀滑落，他的肩膀和背部是一大片惹眼的淤红。季风瞳孔轻缩，叶凝霜的伤势比他预料中还要重。他打开医疗箱，迅速又轻柔地为他涂药。为什么不哭也不喊疼？季风知道，疼痛而哭喊是人类出生就具有的本能，多少娇娇女稍微磕碰一下都会红眼眶，而她也是女孩子，没用。叶凝霜回答的声音没有一丝波动，哭喊声不仅会暴露位置，还会把你体内赖以生存的盐分带去。想要活着就不能哭喊，这是他所生存的世界教给他的第一道法则。风涂药的动作一顿，他只知道他是杀手，没有想过他为了生存竟然连本能都可以抹去。不难猜测他曾经是过着怎样的日子。涂完药，叶凝霜感觉确实好受多了，眉眼也舒展了几分。谢谢，或许你可以试着对我说谢谢以外的词。季风轻笑道，明明同睡一张床，却还这么生疏，这让他都有些怀疑自己的个人魅力有问题了。那睡觉吧，我困了。叶凝霜也很配合，确实说出了不同于谢谢的话。季风一阵无语，好吧，看来自己在他面前确实没有什么魅力可言。有季风在旁边，叶凝霜很快就入眠了。但是今晚有些特殊，那个在他怀里喊他姐姐的小男孩，让他联想到了自己的弟弟。梦里他梦到了自己和弟弟在贫民窟里的点点滴滴。半夜季风被冷醒了，他发现自己的整片袖子都湿了。夜风一袭，寒意更甚。他疑惑地打开灯，赫然发现身边的姑娘正卷缩着身体在梦里哭泣，眼泪浸湿了他的衣服。他表情有些震惊，这样的他脆弱无助，绝望痛苦，和白天冷冰冰的他截然不同。只有在梦里才敢放肆哭泣吗？犹豫地伸出手擦去他的眼泪，可眼泪并没有因此而止住。季风眉头皱得更紧了，到底是做了什么梦才会让他哭成这样？他心疼地将小姑娘搂在怀里，试着给她一点安全感。梦里，叶凝霜忽然感觉周围一下子变温暖了好多，她很自然地伸出手拥抱这份温暖。而梦境之外，季风的躯体则是一僵。翌日清晨，叶凝霜睁开双眼，率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肌肉恰当的胸膛。她猛地坐直身子，脸上的平静也开始慢慢皲裂。在我怀里醒来，有这么让人难以接受吗？季风眉眼轻弯地说道。叶凝霜这个表情太有趣了，我好像没说过要待在你怀里睡觉。叶凝霜垮着一张小脸，是吗？那你看看放在我腰上的手是谁的？季风眉眼带了几分刚睡醒的惺忪慵懒，趁着那张脸邪魅又妖孽，堪称人间极品。叶凝霜听到他的话，也发现了自己手所放的位置，他像触电了一般迅速收回手，黑瞳掠过一丝窘态。好了，不逗你了。季风止住笑意，然后将昨晚发生的事如实的说了一遍。可能是昨晚心软带来的后遗症，他这会儿还是见不得他不高兴的模样。叶凝霜陷入沉默，原来那股温暖的源头是他。慢慢的，他的表情恢复了平静。谢谢你的安慰，我仍然期待你对我说谢谢以外的词。季风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深邃的墨眸里浮现不知名的情绪。谢谢以外的词。叶凝霜垂下眼帘，他不清楚季风到底想听的是什么。坐车上学的路上，他耳边突然又传来系统提示音：试炼任务发布，试炼任务2，代表集美赢下国际象棋的校际联赛。叶凝霜思索起来，原主大脑里好像并没有和这件事相关的记忆，看来要找人问问了。他目光坚定，只要完成30个试炼任务就能复活第一，现在还差29个，所以这次国际象棋的校际联赛，他必须稳稳的拿下。叶凝霜刚走进七班，简骄阳便一脸狗腿子的模样凑过来问好。叶凝霜看了一眼简骄阳，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女王您什么问题？简骄阳眨巴眼睛，可还没等叶凝霜开口，一个女生突然急匆匆的跑了进来，大事不好了，刘老师辞职了。这句话像一道惊雷在七班炸开，怎么回事？咱们班不是都考第一了吗？刘老师为什么要辞职？简骄阳瞪大眼睛，是不是一班的学生不服，在里面搞手段逼刘老师辞职的？真要是这样，
我今天非要把他们都送进医院。大家情绪激动的厉害，还有男生撸起袖子就准备出去干架。那个女生气喘吁吁的继续说道：我也不知道刘老师为什么辞职，我只看到他交了辞职信，然后朝校外走去了。话音落地，大家一股脑的跑了出去，叶凝霜也跟了过去。门口，柳金看着学校的牌匾，一脸的依依不舍。忽然，他发现曾经自己的学生正朝他奔来，这让他不禁有些热泪盈眶。我正准备去跟你们道别，你们倒好，自己过来了。柳金一副风轻云淡的笑道。他知道他带七班3年了，成绩毫无长进，这一点已经说明他的执教水平其实不怎么样。他一直有辞职的打算，直到叶凝霜的到来才坚定了他辞职的想法。他看到了差距，所以他不想再误人子弟了。不当老师您要去干什么？简骄阳的语气有点难过。回去继承家业啊。柳金淡淡一笑，可学生们从这抹笑里却品出了苦中作乐的味道。他们都知道柳金家庭不富裕，一个女学生哭着开口：您有什么家业啊？回去放羊种田吗？刘老师，是谁欺负您了？您跟我们说。这女同学的眼泪刚从眼角滑落，马路上就传来了一阵引擎发动的轰鸣声，紧接着一辆跑车就停在了柳金身后，同时车上下来2个身材火辣的女模，一左一右如水蛇般依附在柳金身上，娇滴滴喊道：柳少，我和姐姐可想死你了。感人的画面瞬间裂开，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漂亮女模会倚在穷苦的刘老师身上，还喊刘老师柳大少？他们出现幻觉了吧？乖，去车上等我，我先跟我的学生道别。柳金拿出2叠钱阔绰的塞给了女模，出手那叫一个大方。简骄阳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刘老师，您不是说您来集美的路费都是家里人把羊卖了才凑出来的吗？柳金点头，是啊，有什么问题吗？那您还……简骄阳忽然感觉不知该从何说起了，问题太多。哦，是这样的，柳金一脸无辜道，我家有4000万只羊，3000万头猪，1000万头牛和几百万只驴。哎呀，现在不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吗？只能回去继承千亿家产了。众人嘴角狂抽，垂死病中惊坐起，小丑竟是我自己。跟你们在一起这3年我很开心，但没能教你们更多知识我很惭愧。幸运的是叶凝霜来了。柳金看向叶凝霜，你教好了7班，我欠你一个恩情，以后遇到什么困难只管联系我，我家好找，夏国地图上能看到的草原都姓柳。说罢，柳金坐进跑车驾驶座，墨镜一戴谁也不爱，然后扬长而去。操！简骄阳心里其实有无数的话想说，可到了嘴边却只剩这一字。良久后，简骄阳才缓过神来，忽然他又想起什么。对了，女王，你刚刚不是有问题要问我吗？叶凝霜说道。你们知道国际象棋校际联赛吗？知道呀，这是每年由我们燕市8所高中举办的比赛，8所高中每年轮流负责比赛场地。今年正好轮到集美当东道主，学校年初拟定好的20名参赛学生一直在培训。比较特殊的是，校际联赛不单单是学生之间的比赛，也是导师之间的比赛。决赛的时候，如果双方学生的分数最终持平，将由导师出战取下最后一分，不过也可以由学生出战，只不过目前没有人这么做过。你傻呀？当然不会有人这么做了。参赛的学生相当于新手村的菜鸟，导师们是关卡 BOSS。你见过菜鸟单杀 BOSS 吗？嘿嘿嘿，那倒是啊。对了，女王问这个干什么？我要参加这次联赛。叶凝霜脸上浮现出势在必得的神情，她一定要参加并赢下比赛，因为她一定要完成试炼任务。简骄阳面露难色，这可能不太好办。校际联赛不是谁想上就能上的，这是一场事关学校颜面的赛事，参赛的选手都是学校精挑细选出来的。就在这时，广播里响起激昂的前奏，升旗仪式即将开始。叶凝霜和同学们一同去操场集合。庄严的升旗仪式结束后，小小一只的上官清灵走上讲台发言。他先是公布了昨晚舞台事故的原因，对失职人员进行处罚，然后夸赞叶凝霜昨晚救小男孩的事。全场都为叶凝霜的英勇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但清如的心里却冷笑不断。叶凝霜那也算救了小男孩吗？不就是恰好跟小男孩在一起，这种我上我也行的事却被学校这帮人吹成了大英雄，着实可笑。这时上官清灵把叶凝霜喊上台，笑着问道：我可以给你一个奖励，你有什么想要的吗？奖励？叶凝霜不假思索道：让我参加国际象棋校际联赛。上官清灵收敛了笑意，你怎么想参加这个？可参赛名单很早就确定下来了呀，我可以把名额让给叶凝霜。就在这时，高3一班的郑瑞举起手喊道：他现在十分佩服叶凝霜，也对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能有机会做出补偿再好不过。谢谢。叶凝霜平静的道谢。有人主动退出，这就省去很多麻烦。没什么好谢的。郑瑞脸一红，赶紧转头看向别处。既然郑瑞愿意退出，那你就是参赛学生中的一员了。记得每天放学后去国际象棋室练习2小时。上官清灵微笑道：今天对于7班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先前不愿意来7班上课的老师都回来了。他们来教室后，第一件事就是为自己曾经的失职道歉，第二件事就是向叶凝霜鞠躬。叶同学，我教学过程里如果有不妥的地方，还请你指出来。他们虽然没听过叶凝霜讲课，但7班学生的成绩摆在那里，事实证明叶凝霜比他们这群老师强多了。若能得到叶凝霜的指点，自己的职业生涯也许会有所突破。放学后，叶凝霜来到国际象棋室，棋室内都是要参加本次比赛的学生，而里面他又见到了2张老面孔，荣清如和沈温哲。叶凝霜继续往里走，又看到一位特别显眼的老爷子，他正专注地坐在那自己跟自己下棋。此人就是集美学院的国际象棋导师秦烈。秦烈是燕市国际象棋领域的传奇人物，也曾是棋界唯一的大师。因为妻子的背叛导致他一蹶不振，后来便来到集美学院谋生。你打算站到什么时候？秦烈凝视着棋局，背对叶凝霜说道：他们只学这点东西吗？叶凝霜扫了眼学生的棋局，结果只能用简单来形容。你如果觉得自己够格，也可以不学。秦烈挪动着棋子，态度没有任何变化。闻言，叶凝霜直接就转身离开了。秦烈也没有
有阻拦，而是继续和自己下棋。棋室内的众人一脸懵逼，叶凝霜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只学这点东西？他很牛吗？叶凝霜走在繁华的中心大街上，一家装潢温馨的甜品店的出现瞬间将他吸引了进去。老板娘热情地问道：“小姐想买点什么呢？我们这里有个是甜品。”叶凝霜隔着橱窗点了点黑森林慕斯，声音平静道：“这个，好的。”老板娘正要把蛋糕装进盒子，算了，换这个吧。叶凝霜又点了点抹茶千层，好的。老板娘放下黑森林慕斯去取抹茶千层，抱歉，还是要黑森林吧。叶凝霜又指回去，行。老板娘再去取黑森林。最后，叶凝霜拿着提拉米苏走出甜品店。甜品店对面的华盛大厦，季风立于落地窗前。原来他也有喜欢的东西啊！他深邃黝黑的眸子里掠过一抹微不可察的笑。他刚结束一场会议，就发现叶凝霜在楼下的甜品店里购物。叶小姐在橱窗前纠结了很久，似乎每个都想吃。风九若有所思地说道。季风眸中的笑意更深了，越了解叶凝霜，就越觉得叶凝霜像一个包装精美的礼品盒，璀璨耀眼又独一无二，让人忍不住好奇礼品盒里面装的是什么。他很想打开看看。季风返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叶凝霜正坐在餐厅前发呆，而桌前装有提拉米苏的盒子已经变了形，里面的蛋糕也四分五裂。女佣在旁边不停地鞠躬道歉：“叶小姐，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怎么回事？季风眉宇紧蹙：“季少，这都怪我在拐角的地方不小心撞到叶小姐，把蛋糕摔烂了。”女佣愧疚地回道：“我的问题，不怪你。”叶凝霜无精打采地说着。进门的时候，她光顾着琢磨从哪个地方下口，一点也没留意转角有人。只是可惜了这个提拉米苏，我去市区再给您买一个回来。女佣心中愧疚无比。叶小姐难得有喜欢的东西，她怎么就这么不小心啊？等你过去，店铺早就关了。说着，季风褪下西服外套递给了风九，然后转身去厨房系上深色围裙，开始熟练地打碎鸡蛋，取出蛋黄。这一系列行为让叶凝霜有些诧异，随后又变成欣赏。那个俊美至极的男人仿佛魔术师一般，短短半小时内便端出来一份造型完美的蛋糕，香甜四溢。尝尝这个。季风摘下围裙，然后把蛋糕端到叶凝霜面前。叶凝霜拿起叉子切了一小块放进嘴里，舌尖的甜糯令她黑瞳一亮，由衷地称赞道：“好吃。”叶凝霜这次看向男人的目光，不自觉地多了几分连她自己都没注意到的崇拜。季风的唇角微微上扬，他喜欢叶凝霜用这样的眼神看他。季家还会培养后代做甜点吗？叶凝霜好奇地问道，心里还默默地补了一句：“还做得这么美味？”“不会。”季风淡淡地回道，“我母亲也喜欢甜点，为了让她开心，我找糕点师学了2个月的厨艺。”叶凝霜边吃蛋糕边点头，那模样太乖巧，让人很想把她搂在怀里疼爱。联想到她昨夜无助哭泣的场景，季风心中一动，除了母亲和你，我没有给第3个人做过甜点，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叶凝霜又挖下一块蛋糕，思忖片刻后回复道，意味着我长得像你母亲。季风嘴角狠狠地一抽，起身便拿走了叶凝霜面前的蛋糕。你的蛋糕没了。吃到一半正高兴的叶凝霜感到很是莫名其妙，接着他就有点小郁闷了，因此他晚上睡觉的时候都离季风很远，两人中间隔了一道空隙，像是吵了架的小情侣。而躺在床上的季风则偶尔用眼角余光偷瞄叶凝霜，那深不见底的墨眸沾染了几分笑意。这是他第一次见叶凝霜生闷气，虽然说起来有点缺德，但他这个样子的确比那面无表情的时候可爱很多。第二天清晨，叶凝霜起床时眼睛下方明显有些泛青，因为昨晚睡觉离季风太远了，嗅不到那股凝神的淡香，她的睡眠质量下降了很多。她揉着后颈走出卧室，叶小姐醒了。季少临走前吩咐，如果您想吃蛋糕的话，冰箱里有他为您做的提拉米苏。女佣满脸微笑地跟在叶凝霜身后说道。叶凝霜脚步一顿，瞬间就有了精神。在美滋滋地吃过提拉米苏后，她才坐车前往学校。然而当她下车的时候，却恰巧看到2个眼熟的人从旁边的车上下来，一个是学校的国际象棋导师秦烈，另一个是昨天见过的甜品店老板娘。老板娘几乎也是同时发现了叶凝霜，好巧，是你啊，你怎么在这？他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也是要参加这次校际联赛的人。这时秦烈瞥了眼叶凝霜，然后拄着拐杖走进校园。老板娘见状有些不好意思地笑道，那你也是我老爹的学生咯。他就这副不爱搭理人的性子，你别介意，我能看出你很喜欢吃甜点，以后放学可以去我那儿。管饱，管饱这2个字对叶凝霜来说实在太有吸引力了，但无功不受禄啊，他瞬间就想到了个2全其美的办法，于是直接说道，我记得你店铺前有贴招聘启事，我想去赚点零花钱。那太好了，你放学后可以来我店里兼职钟点工。说着老板娘热情地伸出手，我叫秦宇。叶凝霜也同样伸出了手。叶凝霜一天课程很快结束，叶凝霜如约来到了甜品店，换好秦宇给她准备的服饰后，她拧着眉走出更衣间，秦姐，我一定要穿这件工作服吗？